所有的骁骑卫都是一条心，他们很多都是世代骁骑卫，从祖辈便是骁骑卫中的袍泽。他们是一支永不退役的军队，这其中的袍泽情深自不用说。而且多年走来，世界风云变幻，这些骁骑卫以及他们的祖辈、父辈都经历过鲜血的洗礼。每一位袍泽不仅会在战时拼死护其他袍泽安全，同样也会在其他袍泽战死之后，全力以赴照顾他们的妻儿，将他们的孩子视如己出。这种鲜血凝聚的袍泽之情早已超越一切。现如今迫在眉睫的大换血计划，不但要把他们和家人永远拆散，还要将他们与很多世代的袍泽战友拆散。这对他们来说难以接受的程度仅次于死亡。而指挥使似乎早已有了应对之计，众人自然对他完全信任，也完全与他保持一致。于是众人纷纷表态，完全听从指挥使的命令。随即尹指挥便对众人说道，大家先全力以赴卸车，不要让姓宋的看出端倪，我与这位兄弟有话要聊。一众人立刻拱手道，属下遵命。言罢，大家便立刻转过身继续搬运货物，全当刚才的事情没有发生。此时的叶晨看了看那尹指挥，他并没有将尹指挥的意识完全控制，而是如当初操控陈忠磊时那样，将其自己的意识封印在了体内。对方依旧虽然必须按照叶晨的意思做事，但自己的意识全然清醒地看着这一切，知道他一切都能看到听到。叶晨便低声说道，不要声张，带我去个偏僻安全的地方，我与你详聊。此时的叶晨不仅要避开那位宋千世，也要避开其他骁骑卫。自己毕竟是个生面孔，所有人看到自己都会有些疑问。若是太多人看到自己，大家相互交叉发现都不认识自己，那必然会引发别人过多关注。所以他更希望先避开其他人，与这位尹指挥打开天窗好好聊一聊。毕竟想控制几千人顺从自己的安排，光靠操控他做事远远不够，得他打心里愿意为自己做事，并且利用他在这些人中的威严，全心全意做好这件事情才有机会。尹指挥虽然意识不受控制，但意识却与身体保持了出奇的一致，立刻重重点头，转身带着叶晨离开月台。杜克矿业的地盘很大，尹指挥带叶晨出了精炼厂，便驾驶一辆矿用越野车，载着叶晨驶向远处。几分钟后，越野车在一座已经搭建完成的高塔旁边停下，随后尹指挥便对叶晨说道，这里方圆1公里暂时没有安排人手。叶晨点点头，开口道，我现在收回对你意识的封印，与你开门见山地聊一聊，如果你有任何反抗之心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你，然后终止对你们所有死士、骁骑卫以及家属的救赎计划。你从下一秒便将和你的家人永别，你的那些兄弟，相信用不了多久也会和他们的家人永别。说罢，叶晨知道他不能真情实感地回应自己，便直接将灵气从他体内抽了回来。尹指挥在恢复身体操控权之后，长吸了一口气，随即便立刻向叶晨抱拳拱手，恭敬无比地说道，先生，在下尹逍遥，代表911名袍泽弟兄及所有家眷，恳请先生搭救。尹逍遥不是傻子，他知道叶晨能够在宋千世的眼皮子底下混进来且不被发现，实力定然在宋千世之上。而且他与自己上一级的特使关系比较近，曾听他隐晦地说起过有一个死士驻地所有人失踪的事情，所以眼下叶晨忽然闯入杜克矿业，让他心里立刻涌上几分希望，觉得叶晨一定能够解救自己和其他骁骑卫。叶晨并未回应他的请求，而是开口问道，你们这里连同死士与骁骑卫一共有多少人？把所有的家眷也都算进来。尹逍遥立刻回答道，回先生，杜克矿业连同在下在内，共有骁骑卫912人，家属3047人，共计3959人。矿井内在押的死士共有1548人，家属5836人，共计7384人。两者相加，应该是11000余人。
11000，叶晨听完都不禁倒吸一口冷气。11000多人，这比自己预测的最高人数还要多上小几千。原本他还以为至多也就6、7千人，不会超过7、8千人。可是现在足足有11300多人，这么多人想要悄无声息的转移，恐怕还真是有点考验。随即他又问尹逍阳，那个宋谦是什么来头？尹逍阳恭敬道，回先生，宋谦是右军都督府的谦氏，算得上是仅次于参将的存在，地位很高。而且据说这位宋谦氏的家庭背景不一般，他是吴家的旁系家族。吴家便是吴飞燕的本家人，每一个家族只要在延续，就必然要不断通婚生子，所以也一定有系家族的存在。只不过叶晨对吴家知甚少，对吴家的旁系家族更是没有任何线索。于是他问尹逍阳，那你可知道这个宋谦氏全名叫什么？从哪里来？在下不知道。尹逍阳如实回答道，以前杜克矿业来过最高级别的长官，便是特使大人，这个宋谦氏便是特使大人前些天带过来的，说是由他来监督杜克矿业完成升级改造。除此之外，他还要完成杜克矿业的大换血。叶晨问，大换血应该就是把你们和家人兄弟拆散吧？是的。尹逍阳点头道，此举阴险毒辣，想必是英主担心我等骁骑卫叛逃，所以才以我们的家人做人质。而且以后如果想要与家人重逢，唯有拼死立功。所以这个计谋不但能断了我们的忤逆之心，还会让我们拼死为英主建功立业。叶晨嗯了一声，又问他，死士会参与大换血吗？尹逍阳道，这个在下还真不清楚。据那姓宋的女人所说，目前的大换血应该只是骁骑卫，毕竟死士体量比骁骑卫大，而且操作起来也更困难。说罢，他看着叶晨，紧张又期待地问道，先生，求您救救我们，只要能让我们脱离破清会的魔爪，我们这些骁骑卫愿为您效一生犬马之劳。叶晨沉思片刻，开口道，救你们可以，我之所以找到这里来，也是想把你们从这里全部带出去。我也不需要你们为我效一生犬马之劳，只需要你们在我需要的时候帮助我来对付破清会。待破清会铲除之后，你们便可恢复自由，这也并非空头支票。因为如果破清会不除，就算我立刻给你们自由，你们也难逃一死。所以你们如果想和你们的家人真正自由地活在阳光之下，就必须要先铲除破清会。尹逍阳不假思索地说道，先生所言，在下明白。破清会一日不除，在下与家人便永无安宁之日。言罢，他忽然想起体内毒素，连忙问道，先生，在下斗胆问一句，您应当有办法驱除我们体内的邪毒吧？若是邪毒不除，我们所有人几日后便会暴毙而亡。叶晨点点头，淡然道，放心，你们体内的毒素我自然有办法完全驱除，否则也不会做这份无用功。说着，叶晨又道，前段时间我已经从塞浦路斯带走了一整个驻地的骁骑卫、死士以及他们的家人，那些人现在被我安置在了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，如果不出意外，我也会把你们安置在那里。不过这里人数众多，而且又在内陆，我就很难在不暴露的前提下一次性把人全部带走。尹逍阳紧张地说道，先生，按那姓宋的女人所说，大换血可能3天之后就会开始，3天后就算我们这里还没把人换出去，别的驻地也会有人换过来，路上耽搁1天，最晚4天之后也就有人来了。若是我们在那之前不能全部撤走，恐怕就会暴露了。叶晨点了点头，道，时间确实很仓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中转的地方，原本是想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陆陆续续把人送出去，但现在看来已经没有太多时间给我做准备，明天甚至最快今天夜里就要先把第一批人送出去了。说到这里，叶晨又道，接下来我需要你全力以赴地配合我，不但要把所有人分好批次陆续撤离，还要让所有人100%服从指挥。而且你在制定撤离批次的时候，一定要确保有人在精炼厂工作到最后一天，
因为你们每天发往卡萨布兰卡港口的磷酸盐不能停，一旦停了，卡萨布兰卡的摩尔贸易就会有所察觉，从那里赶过来，开车最快2个多小时就到了。尹逍阳郑重保证道：先生放心，在下一定会把人员协调好。您既然要把我们连同死士全都带走，那可以先让死士和他们的家人先走，我们留下来加班加点的赶工，先开采出足够的磷酸盐矿石，然后再让精炼厂加班加点生产出足够的成品，最后留一个运输队在这里站好最后一班岗，将最后一车磷酸盐顺利发走。叶晨见他愿意先让死士撤离，同时还能把事情的条理梳理得十分清晰，对其人品和办事能力都有了几分肯定，于是便满意的点头说道：好，只要我们把一切做到极致，就一定能让这11000人在破青会的眼皮子底下从摩洛哥凭空消失。